来到海对，我是喜娜。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的是韩国的特殊食物。我们台湾人比较不常见，但是韩国还蛮常吃的一些比较特别的食物来介绍给大家。第一个呢，紫苏叶。之前我们有拍过韩国烤肉，大家可以点上面连结，里面就有提到说韩国人吃烤肉的时候非常的喜欢用生菜包肉、紫苏叶包肉。我个人是不能接受那个紫苏叶的香气，就像有些人没有办法吃香菜的道理是一样的。但是韩国人非常爱吃紫苏叶，生吃的话就是紫苏叶包肉嘛，猪骨汤，它会直接丢到汤里面煮。最近呢还有紫苏叶口味的炸鸡，韩国人还会吃紫苏叶煎饼。把紫苏叶沾粉，然后去油炸，非常多元的吃紫苏叶的方式。然后像是之前烤肉片也有提到的，紫苏叶它也会拿来腌制泡菜、夹肉的方式吃。第二个呢是生食类，生章鱼或是生牛肉，这两个呢都是观光客来韩国会想要尝试的食物之一。个人是两个都很爱吃啦。生章鱼我第一次吃的时候确实有被它吓到，因为它一直在蠕动，吃下去之后海鲜的甜美胜过了那个恐惧，所以我自此以后就还蛮爱吃生章鱼的。吃法呢通常就是会切断，撒上香油，跟再撒一些芝麻粒。之前我好像有看过有的吃法是直接拿生章鱼没有切过的这样子进食，这样的吃是非常的危险的行为。那一位 YouTuber 他的吃法是直接这样吃，就会看到章鱼脚在他的嘴巴上爬，非常危险。因为没有搅碎的话，它是很有可能卡在你的喉咙。章鱼脚会有吸盘嘛，不要担心，大家如果来韩国想要吃是没有问题的，店家都会帮你切碎。再一个呢是生牛肉，生牛肉的部分呢，其实我们之前也有介绍首尔推荐的生牛肉店家，大家可以点上面的链接。生牛肉的部位呢是牛的腹部到腰骨之间这边的肉，吃起来是非常有嚼劲的。那韩国吃法的话，就是会拌香油，然后拌水梨片，或者是上面会一颗生蛋黄，大家吃的时候就把它拌开。厉害的店家其实是吃不到那个牛的腥味的。我来韩国之后吃到的生牛肉几乎都是没有腥味，就真的是吃到很甜很甜的牛肉味。再来第三个呢是芒鳗空章藕，这个食物呢比较特别，是它是在釜山海云台那边有一条芒鳗街，几乎都是卖烤芒鳗的店家。大家如果有去釜山玩的话，应该会经过，因为它算是一个观光景点。芒鳗呢，它跟一般的鳗鱼比较不太一样，它吃起来比较 Q， 比较有嚼劲，然后比鳗鱼又再短一点点这样子。通常大家在点的时候呢，它是会从水族箱里面把芒鳗拉出来，然后直接在你面前料理的。有些观光客可能会觉得它看起来有一点可怕，现杀现煮吗？吃法呢，通常比较多就是用烤的，通常会是两个口味，一个口味呢是加盐巴的，一个口味呢是加红色辣椒酱的酱料芒鳗的。我觉得盐巴的是比较能够吃到鳗鱼的那个 Q 度，原本的口感，原本的鲜度。加酱料的话，它是偏咸甜咸的。如果你是喜欢甜甜的口感的话，可以尝试酱料口味。再来呢，是我最害怕的烘鱼生鱼片，会有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味道，是因为这个烘鱼它本身呢比较容易腐坏，所以一开始韩国人在料理它的时候呢，会用发酵的方式保存它，不会腐坏，但是会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的阿莫尼亚的气体，这就是现在我们在韩国吃到的烘鱼生鱼片。我是吃过一次啦，吃的当下不会有太大的恐惧，因为它的口感是好吃的，但是呢，你吃下去的瞬间，它就会散发出一个非常强烈的气体在你的嘴巴中，其实还蛮害怕那个味道的。但韩国家人是还蛮喜欢的啦。烘鱼呢，它其实全罗南道的特殊的美食，吃法呢就是会将泡菜、猪肉片跟烘鱼三个夹在一起吃，叫做烘锅三泡，再配上韩国的玛格丽酒。我韩国的家人是都配烧酒啦。那关于烘鱼呢，它的味道到底有多重呢？有一个10大世界臭食物的排行榜，第一名呢是瑞典腌鲱鱼，之前好像还蛮多 YouTuber 去试吃它的。再来呢，就是今天介绍的烘鱼生鱼片，日本的纳豆是第7，台湾的臭豆腐是排第9，因为台湾臭豆腐没有很臭啊。再来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食物叫做猪胎盘，不确定我有没有吃过，它很常出现在吃猪肉汤饭的时候，有的店家会给一盘切好的猪肉片，然后还会有一些内脏类吧，就会还有猪胎盘，长得有点像猪肠，口感有点类似，可能有吃过它，但是我不知道它是胎
开盘，吃法呢就是刚刚说的猪肉泡饭里面的，或者是它是会切一盘有点像台湾的黑白切的方式。再来一个呢是韩国的清渠酱汤冲菇掌。那韩国其实有甜酱跟冲菇掌，冲菇掌的味道就是会比大酱再稍微重一点点，我觉得比纳豆的味道再重一点点。煮的时候啊，它的味道可以传非常远。傍晚在我们家社区走路的时候，就会闻到哪一家人在煮冲菇掌的味道。那其实不管是清渠酱呢，还是大酱，它都是用大豆发酵制成的，只是它的发酵方式不太一样，而且它发酵之后就是跟纳豆一样会黏黏的，所以有些人还蛮怕它的口感的。我个人觉得煮成汤是还蛮好喝的。再来一个呢是戳汤泥鳅汤，第一次吃它的时候，我以为是我会在汤里面看到泥鳅们，没有，并不是，通常是会把泥鳅磨成肉泥，然后煮在汤里面。当你在吃这个泥鳅汤的时候，你基本上是看不到泥鳅的本人，因为它已经变成肉泥混在那个汤里面了。泥鳅的含钙量是鳗鱼的10倍，所以大家就是会吃泥鳅汤来补身体的。还有像是炸泥鳅的方式，但这个方式比较特殊，我首尔地区好像比较难看到。再来一个呢，是我个人最害怕的，叫做蚕蛹，也是蹦迪吉，就是蚕的蛹做出来的食物。超市里面会卖蚕蛹的罐头，路边的小吃也有可能会卖。通常在观光景点偶尔还是会看到小摊贩在卖。比较常的料理方式呢，就是大锅煮嘛，就是会看到一个阿舅妈疯狂的在拌，它是会用酱油，然后加一些酱料煮成的，所以它吃起来酱汁的味道胜过于蚕蛹本身的味道。韩国人觉得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，所以吃它，但是我个人不太理解，我又觉得它非常的难吃。我们之前有个影片我在试吃蚕蛹罐头，可以去看一下。再来最后一个呢是海鲜类，我超级爱吃的就是海肠 K 不。它的形状非常的特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照片，它就是长得这个样子。它之所以变有名呢，是《来自星星的你》里面的女主角呢非常的爱吃海肠，她就有讲到说她突然很想要吃海肠。料理的方式呢，就是把它拿出来切开，它通常会喷一堆水出来，把内脏拿出来，那些皮再把它切一片一片一片的变成海肠的生鱼片这样子。那我是觉得它吃起来其实就是 QQ， 然后咸咸一点点甜甜的，我觉得还蛮好吃的啊。但大家可能会看到它的那个外表就觉得看起来好恶心。吃法呢通常就是会沾辣椒酱，或者是沾芝麻油、香油加一点点胡椒盐的方式。以上就是跟大家介绍的一些韩国比较特殊的食物，希望大家会喜欢咯。那我们下次见咯，我是海类型娜，拜拜。